二手回收，在以前叫收破烂，其实是整个产业链当中经济的末梢神经。说一句狂话，就是大多数的这种经济专家，他一年过手的倒闭的案例，应该还不如我们手上多。这边我们一年是成千家的这样的去看货，去年到目前为止的话，应该有个700多家。我的仓库已经满了，年底我就已经提前收不了货了，因为现在商业的新陈代谢比以前高太多了。以前以10年为单位的，现在是以月为单位的。我们现在去的地方是一个小的做外卖的这种档口，就是服务于那个周边的这边的那个小区，其实还比较密的，开了不到1年，成本不会很高，有可能就是不划算，夫妻2个搭进去了，最后算账发现可能不如打工。这边是我们常规收货的地方，就这条街基本上每周都有一家倒。那边我前2天刚过来收了一个宾馆，现在餐饮的整个的这种回收价格都偏低，比废品高一些吧。这种货架的话呢，它的一般溢价不会特别低，因为它的重量在这儿。一般来说，跟新货价格大概是在6折左右就可以卖了。中大型饭店以往的干不下去了，第一时间是不会找我们回收的，它是转让。今年的大部分人已经没有转让费了，连设备都送。像日料店这一块，集中在10月份倒的非常多，那个时候我们都收不过来。排水的那个事件以后，它其实看不到明年的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方向。但是呢，不要把那个门店倒闭、创业失败看得很悲观。它倒闭了不代表它不挣钱，有旧的倒了，有新的起来。其实这是一种商业的循环。今年跟往年比的话，一个最大的点就是我们开始成规模的去收一些品牌商的家具，整车的把它收回来，然后呢当二手货的价格来卖，其实它是新货。包括一些大的展厅、整栋的商场，就是跟地产相关的。一些大的企业我们去回收的时候，通常不是倒闭，而是裁员和缩小规模，或者是换更小的场地。它那个30个工位是不出的，然后这边沙发一套，然后这几个花架，1、2、3个花架。经济稍微差一点的话，娱乐行业应该会发展的速度更快一点。凡是落在我们手上的，应该都是跟不上这个时代了。棋牌室这块呢，比较多的是大家休闲去玩，但现在几乎家家都有麻将机了。装修好的一些足疗店，商务接待少了，转型做公寓，房间都挺多的。比较新型的多功能社交的 KTV， 其实做得很好。任何行业都在迭代，你不能看到老的死了，你觉得它不行了。收货的时候，有的老板呢比较大气，他会直接讲整个打包一共多少钱，急着完全出掉的，他直接把钥匙就丢给我们了。也有老板呢就心不太甘，就一个个跟你讲说这个东西我买的时候多贵，那个我买的时候是几万。我说不重要，你知道重要的是现在它值多少钱，都可以出，都不用管它，出，全部都可以出。还有一个第3类的这种老板，他不是不在乎了，他是什么？他是麻木了。我们可能做10笔单子，有1笔单子其实是公益的，我都不忍心下手了。很多人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有点吸血，人家已经倒闭了，我们还踩最后一脚。我们不盼他倒闭，我们盼他发展了以后，他要买更多的货。今年接了3个上市公司的老板电话，你的货不要卖了，帮他直接甚至发到外地的分公司去。他们其实也在节约成本，可以把我们比作润滑剂，让它这种循环交替当中变得效率更高。其实二手货没甲醛，然后呢可能性价比更高，对整个社会的这种资源再利用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。